买这台车大概是7000多块，然后你们看到地上这一堆东西也是差不多7000块 ，raw cash 也是好几千块。比赛一场的费用大概是1000块，请 crew 那个费用大概是2、3千块，所以赛车真的是一个很烧钱、很花钱的东西。但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面体验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就多嘛得，你们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一台这样子的老车呢？就像我们的 Project Car Proton Gen 2是一辆10多年的旧车，这种旧车就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大镜或者车窗会有油膜或者水印。如果油膜跟水印一直存在你的车镜上面的话，晚上开车或者遇到下雨天，你就会开车开到非常的 back check。不管你的 wiper 换了几根超的 wiper， 你在潲水过后都会留下水痕，让你看不清前方。前方车灯照过来还会有水痕迹啊，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个 Droplet 的去油膜、去水印的研磨剂。这个研磨剂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啊，你只要打开它的包装，把它倒在包装里面配给的一个 span 上面，在你的大镜或者车窗侧镜上面磨一磨 ，polish 一下，就会把你原本非常难看的那一个水印清除掉。如果是你的 side mirror 也是有水印的话，也可以帮你清除干净哦。清除了过后呢，即使你遇到下雨天或者有水泼溅在上面，都不会残留水痕啊！这一点真的 very 的 good job。而且这个研磨剂的价钱也不会很贵，在我的这个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去到 Droplet 他们的官方 Shopee 网店或者 Lazada 官方网店查看它的价钱了啦。那么好看的 Droplet 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Let's go！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MyV 系列已经来到不懂是第5集还是第6集了啦，我也忘记了。那现在这辆 MyV 呢，已经来到一个差不多可以下赛道了的前期阶段。这台车呢，在下赛道之前啊，我们也为它做了一些的小小的 touch up， 就是把整辆车从买回来开始为它的 engine 做一系列的 review。把整台引擎拆下来，所以现在是没有引擎了，可以看到空到完。然后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除了把引擎全部东西弄干净了过后，这辆车我们还拿去烧了 raw cash， 就是这个防滚笼啊。raw cash 防滚笼这个东西呢，它有什么功能啊？其实对一台赛车来讲，这个防滚笼 raw cash 很重要，因为它是用来保护 driver 的。当然，在一些拉力赛，你们可以看到啊，有些车他们在一些悬崖的地方，如果撞毁啊、滚下山啊，里面的人好像都没有事情这样，就是因为防滚笼这东西是有一定的这个很好的这个保护效果啦，可以保护到里面免受到那个外力的那个撞击啊。当然，大家可能会想，整台车是用铁做的吗？这样铁本来就不够力咩？其实我们整台车的这个铁啊，它的 A 柱啊、B 柱啊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强的啦。对，它是铁，可是它是薄薄的铁皮来的，所以在我们公路使用上发生意外碰撞，可能它可以吸收一些撞击力。可能可以减少一些撞击所带来的一些这个 impact 啊，可以保护到车里面的人。但是在赛车方面呢，尤其是这种很多台车一起在开跑，然后很难讲会发生碰撞啊、翻滚啊、侧翻啊，还是怎样的话，有 raw cash 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啊。这样 raw cash 这个东西合法吗？可不可以上路啊？其实 raw cash 是不合法的，完全不能上路的。如果你的车有 raw cash 上路 roadblock 抓你的话，那辆车应该是直接被充公啊。可是马来西亚有没有些车呢是有 raw cash 又可以合法上路的呢？其实是有的，一些超跑啊都会有一些可上路车型是有 raw cash 的，也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车买得到有 raw cash 的呢。就是 Proton 曾经有出过一款 Satria Neo Club Sport 版本呢，它是可以上路，然后它是有 raw cash 的，这个是非常稀有的一个车型啊。我相信如果现在要去找二手，应该都很难找得到。我之前就有幸可以用我的那一台 Proton Satria Neo CPS 在马来西亚
雪邦赛道跟一辆 Club Sport 版本的 Satria 玩过追啦，那个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那相信很多人看到今天这一集影片，就会看到我坐在一个好像眼镜蛇，这个很像眼镜蛇的那个旁边啊，没有错，这个赛车通椅是刚刚买的，很贵啊，3000多块。总之这一台 MyV 其实也没有拿到什么外界的支持，都是用自己的钱来做准备做比赛。那这张椅子是刚买的，它是一张 Sparco 的 Full Bucket Seat， 所谓的 Full Bucket 就是不能做到调整的啦，你不能调它的倾斜角度。然后它是一个完全可以把我包在里面的一个桶椅。赛车为什么要用桶椅呢？当然也是为了安全啦，在旁边受到一些撞击啊，还是侧翻侧倾的时候，它可以更好的可以保护 driver。再来就是在 corner 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被它抓着。现在有很多新车，他们原厂的椅子啊，都已经有把这个你椅子的坐垫还有背部这边有做了一点点隆起，就是所谓的 semi bucket 或者 half bucket 啊。Pro 都很喜欢在它的 brochure 上面写 semi bucket 还是 half bucket， 那个东西也是为了让你在开车的时候 corner 的时候，它会顶着你的腰或者你的肩膀，让你有更好的那个操控感，而不会转弯的时候随着那个 body roll 跟着侧倾。所以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在赛车上面延伸去家用车的。那这个桶椅呢，不是讲买来就可以装上去的啊，你还要买它的那个桶椅下面的 rail， 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有买，它的这个 L 铁啊，绑在旁边两侧的这个 L 铁就要500多块，然后还有 OMP 的这个 Universal 的 rail 也是要好几百块，全部东西都是自费啊，自己花钱做，自己花钱买。当然，为什么这个椅子会卖这样贵呢？明明在 Shopee 上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店家有卖很便宜的桶椅，可能一张500块、600块，也是这种 Full Bucket Seat， 也是有这个大耳朵，可以很好的保护到 driver 的头部。为什么他们的那么便宜？因为他们的是翻版货啦，就是山寨货。再来就是翻版货、山寨货，它没有这个 FIA 认证，你是不能用它去参赛的。像这一张呢，就有 FIA 认证，可以用它来参赛。当然，讲到椅子，少不了的就是 steering wheel 啦 ，steering wheel 也是要有 FIA 认证。我买的是一个 Sparco 的 steering wheel， 它的皮革包覆是那种好像 suede 啊，有点像 Alcantara 的材质，会比较 grip， 比较好抓，是一个300mm 的大小，然后也是有 FIA 认证，是一个 Made in 意大利。这个 steering wheel 没有 airbag， 什么都没有，也要1000多块。赛车就是这样子，会花很多的钱。然后也买了这个 switch， 这个 switch 是换电装置啦，这个非常重要，赛车一定要有。还有拖车钩啊，这个拖车钩呢，也是可以在手臂上面看到有卖很多假货啦。然后我看到更好笑的是，有人把这个拖车钩啊，就直接装在那个 bumper 上面，那个 plastic 的位置，而不是绑在车身上面，所以是完全没有作用的。那个完全就是为了一个美观。如果讲美观的话，可能他们也不懂那个所谓的美观是for什么用途。那今天你看了我的影片，你就知道这一个拖车环呢，绑在车身的车骨上面，所以如果遇到什么意外啊，还是车跑出去外面啊，就要用到这个拖车环来把你的车拉出来啦。这个也买了前后的，也是 Sparco 的。还有这个就是也是 Sparco 的 bonnet lock，bonnet lock 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会再用回那个原装的拉下面来开启 bonnet 的 lock， 因为如果是发生什么意外，引擎起火还是什么要尽快救火的话，也不可能在里面拉了，我们一定是把这个 bonnet lock 打开 ，bonnet 就可以直接打开，是 safety first 啊。全部东西都是用 Sparco 的啦，所以其实 Sparco 也没有赞助，都是自费的，有单有凭有据。然后这台车呢，今天我们做了的东西就是整台车的 roll cage 我们已经烧好了 ，interior 我们会自己喷漆，最省钱的方式啦，就自己喷。然后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自己生产，一定要花钱买啦，都会通通把它安装上去。引擎部分我们已经在做最后的组装了。OK， 这里 MyV 的 engine 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正在组装了啦，上面是它的 cam 刚刚装下去。我们用来参赛的引擎是一个1300cc 的 stock engine， 它的 ball and stroke 啊，其实是72×79.7，我们没有扩缸，没有把它变大，所以它的排量一样是1298cc 罢了。这一场比赛呢，它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其实是可以允许到1550cc 哦，也就是讲可以用1500cc 的引擎或者扩缸，但是我们坚持啊，要用这个1300cc 的引擎来做比赛。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一台 MyV 在原装的状态下呢，这个马力只有85 on crank horsepower 的小引擎啊，可以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啊？当然不排除以后我们会为它做扩缸或者换一个1500cc 的引擎下去啦。然后这辆车呢，目前啊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引擎马力是85个 horsepower 嘛 on crank， 然后它的扭力只有116牛顿米。
米，非常的小哦，所以不知道到时候跑出来成绩怎么样。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对手应该都会做到这个扩缸或者换引擎的动作啦，希望不要输他们太远。把整台引擎组装过后，然后把那些该换的东西、wear and tear 的东西统统换好过后，就会安装上我们的这一台 MyV 上面。所以这台 MyV 如果要算钱的话啦，从一开始到现在买这台车大概是7000多块，然后你们看到地上这一堆东西也是差不多7000块，就跟车一样价钱了啊。当然还有安全带，安全带也是 FIA 认证的，那个也是花了1000多块。1380块没有错的话 ，Rocket 也是好几千块，然后还要包括拉车，因为引擎没有装在上面嘛，要把这辆车拉去烧 Rocket， 烧了 Rocket 要拉回来，全部都是费用。那比赛一场的费用大概是1000块，可是如果你请 crew， 请一些工作人员帮你顾你的车，有什么意外发生，还是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他们可以马上帮你解决的话，那个费用大概是2-3000块。然后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赛车衣，我的赛车衣加上我的赛车鞋等等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也是差不多要1万块，所以赛车真的是一个很烧钱、很花钱的东西。但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真的是很想可以 build 一台自己的车，然后去参赛，跑到好还是跑到不好，那个完全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面体验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当然，今天这个画面上你看到的 Sport Rim 还是那个假的 Sport Rim 啊，还没有换上我们赛用的 Sport Rim， 到时候我们会把它换掉，然后会换上一个由 Huber 赞助我们的 Custom Make 的 Forge 的 Sport Rim 啊，那个 design 先卖一个关子，接下来会跟大家揭晓。这个就是整台车的 interior， 可以看到跟之前的差别就是把椅子通通都已经拆空了，全部拆掉了。A 柱 B 柱的这些 plastic 壳通通都给我们拆掉了啦，所以是不会再用到这些 plastic 壳了。但是 dashboard 是需要保留的，因为这个赛规是有要求，是必须要有这个 dashboard 啊，所以 dashboard 我们保留啊。冷气我们可以看到，通通也是没有了，现在是已经没有冷气的旋钮。这个东西打开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了，里面是空的。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冷气的那个 service 啊，其实只是为了让你们接车啊，知道要怎样 service。但是赛车方面冷气是没有啦。然后 roll cage 方面，可能有些人会讲，为什么这样可惜啊？要在这个 dashboard 上面开一个洞，把这个 roll cage 穿下去，为什么不要绕这个 dashboard旁边呢？就是有些人他们的 roll cage 是这样绕着旁边再下来，因为赛规方面哦，这个 rules and regulation 是不允许这样子的改装方式哦，因为有弯折的话呢，如果 roll cage 有一个弯折，它的那个强度就不够，所以它一定要从里面打直下去，它的那个力度才够。那这里是一个交叉的 roll cage， 也是为了防止 side impact 对 driver 造成的这个危险啦。然后车顶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烧了一个打斜的 roll cage，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为了安全起见啦。这个车镜方面啊，现在是很模糊的，因为它有一些水印啊。那水印方面，我们也会用 droplet 的这个清水印的药膏来把它清理一遍，清除干净啊。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 MyV 系列的第5集还是第6集影片。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下去，继续留意我们的这个系列，我们将会为这辆 MyV 做很多的改装啊、改造啦，然后直到拿去跑完今年2025年的整个赛季。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